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商界传奇人物的坠落故事，他就是马云，那个从英语老师变成中国首富，一手打造阿里巴巴帝国的男人。然而如今，他却仿佛人间蒸发般消失在大众视野中，从前呼风唤雨的首富变得低调沉寂。马云究竟犯了什么错，让昔日的首富遭遇如此命运？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马云陨落背后的真相。马云的崛起可谓传奇，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年轻时当过英语老师，靠着3次高考才考上大学。90年代末，互联网浪潮兴起，马云凭借对网络商机的敏锐直觉，在自己杭州的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创业初期的条件极其艰苦，他曾自嘲18个创始人在家里讨论梦想，没有任何风险投资，看起来像诈骗集团。但马云有惊人的口才和感染力，他硬是说服好友们一起投入这场电子商务冒险。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阿里巴巴顺势推出线上购物平台淘宝网，击败eBay等强敌，奠定了中国电子商务的霸主地位。随后他又推出支付宝，进军线上支付领域。短短10数年间，阿里巴巴从小公寓里的团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商集团之一。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下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一年，马云一跃成为中国首富，走上事业巅峰。马云巅峰时刻的风光有多盛大？他不仅财富惊人，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明星企业家，在国际舞台上与各国政要会面，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的座上宾。在国内互联网圈，他与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并称二马，年轻人尊称他一声马爸爸。他还是中共党员，被视作红顶商人和改革开放成功的象征之一。可以说，在2019年以前，马云既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也是无数创业者心中的偶像。马云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他的财富和成就，还因为他那张敢言的嘴和出格的行事风格。在商场上，他语出惊人，金句频出，是媒体的宠儿。例如，他曾在公开访谈中笑称：“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这句话配上他正经严肃的表情，在网络上被疯传，网友们将其恶搞成各种影片段子。毕竟，一位身价数千亿的富豪说自己对钱不感兴趣，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不止如此，马云还热衷于在商业领域之外搞事情。2017年阿里巴巴18周年庆典上，他戴着京剧武生的面具，骑着哈雷机车登场，当众跳起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舞步，全场为之疯狂。他还在自办的音乐节上连唱流行歌曲，甚至跨界出演功夫电影《攻守道》，与李连杰、甄子丹等武打明星对打过招引。可以说，马云是传统企业家中少见的明星派，他懂得营造话题，乐于展示自己张扬的一面。然而，马云的狂更多体现在他说的话和做的决定上。他时常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引发巨大争议。例如，他曾公开力挺中国996工作制，声称年轻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12小时是修来的福报。此话一出，引来舆论哗然，被不少人批评为资本家压榨劳工的歪理。他也曾评论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说，政府的强硬手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稳定环境。这种涉及政治禁区的言论更是在坊间掀起波澜。马云似乎从不害怕触及敏感话题，反而以说真话、自我标榜与众不同来赢得关注。马云的胆识还表现在他的商业野心上。征服电商市场后，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大举进军金融科技领域。2004年，他创立支付宝，最初只是为了解决淘宝交易的支付信任问题，却无心插柳地开创了中国线上支付的先河。随着支付宝用户迅速增长，马云看到了更大的机会，将科技和金融结合，建立一个崭新的网络金融帝国。2014年，阿里巴巴从集团中剥离支付宝相关业务，成立了蚂蚁金服。马云亲自掌舵这家金融科技新巨头。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不仅是中国人每天离不开的支付工具，更累积了上亿用户的消费数据。马云利用这些大数据，开展网络小额贷款、理财基金等业务，抢占了银行的传统地盘。
短短几年内，蚂蚁集团的触角深入支付、借贷、理财、保险等各个金融领域，形成庞大的 FinTech 生态版图。蚂蚁集团的崛起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让传统银行和监管机构既惊叹又不安。据说，蚂蚁提供的小额信贷业务采用的是轻资产高杠杆模式，它透过支付宝掌握的数据评估借款人信用，自己只投入极少资金放贷，随后将大部分放款由银行等机构承担风险。这种模式下，蚂蚁的放贷杠杆率被传高达100倍，也就是说，用1块钱的资本就能撬动100块钱的贷款。对马云而言，这代表着颠覆传统金融的巨大成功，但对监管者而言，这可能孕育着金融体系的风险炸弹。尽管争议不断，马云依然信心满满地带领蚂蚁奔向资本市场。2020年10月，蚂蚁集团宣布即将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筹资额预计达340亿美元，将刷新世界纪录。一时间，全球投资者为之疯狂认购，马云则离实现另一项传奇壮举仅差临门一脚。马云在事业上胆大妄为、开疆拓土的同时，他直言不讳的个性也在累积着看不见的风险。这一切终于在蚂蚁上市前夕达到临界点，一场由狂言引发的风暴即将吞噬他的金融帝国。2020年10月下旬，上海举行了一场重量级的金融高峰会，第2届外滩金融峰会。这次峰会云集了中国金融界的权威人士和监管高层，主题是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本意是探讨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下如何发展金融业。10月24日，马云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的身份，受邀在峰会上发表演讲。对于马上就要上市的蚂蚁集团掌门人而言，这本是一次展示新金融理念的绝佳机会。然而，马云万万没想到，他在峰会上一般口若悬河的直率发言，最终成了引爆自身危机的导火索。马云站上讲台后，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他先是批评国际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像个老年人俱乐部，暗指规则陈旧守旧。接着，他把矛头对准中国的金融体系，语出惊人地说，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马云用浅白的比喻形容中国银行业仍停留在传统抵押担保的老路上，缺乏创新。他进一步举例道，借10万块，你怕银行；借1000万，你和银行都有点慌；借10个亿，银行怕你。寥寥数语道出了银行业对风险控制的窘境和不合理之处。马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传统金融机构思想落伍，畏首畏尾，正阻碍着新的金融创新。这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在会场上引发了震动。要知道，就在同一场峰会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通过录影致辞时，才强调了金融创新与监管要并重，防范系统性风险等稳健路线。王岐山是中国金融界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被视为最高领导人的经济智囊。然而马云的讲话公然唱反调，等于当众打脸了监管机构的思维。更微妙的是，王岐山曾长期分管金融，在中国金融圈举足轻重，而马云此刻讽刺当铺思想的对象，很容易被联想为以王岐山为代表的旧式监管思路。这就不仅仅是批评银行那么简单，而像是在质疑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甚至间接挑战中共高层的决策。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企业家向来需要对官方保持敬畏和谨慎。俗话说，商人不言政，特别是不能当众让政府难堪。然而当时意气风发的马云似乎忘了这点禁忌。在峰会现场，他没有丝毫回避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据会后媒体报道，马云的讲话让在场的监管官员脸色十分难看，有圈内人甚至传出风言风语，说马云忘了自己是谁了，意思是他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商人，不该对政治和监管指手画脚。这其实点出了关键，在中国，谁才是老大，从来不是由财富多少决定的，共产党才是掌握权力和规则的那一方，再有钱的富豪都不能挑战这个权威。马云或许以为自己剑术颇丰，又有党员身份，说几句大实话无妨。然而，
他低估了这番高调吐槽所踩中的红线之敏感。事实上，就在他发言后不久，来自最高层的震怒已经传达下来。有分析指出，马云的讲话刺激了中共领导人的神经，让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感到不悦。毕竟，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当今中国，重大决策都要听从习近平的指令，岂容一介企业家公开质疑监管方针？可以说，马云当着全国金融圈的面放炮，犯了商界的大忌，也触碰了中共政治的高压线，风暴正在酝酿。而马云本人恐怕还全然不知自己已经闯下大祸。峰会过后，风云骤变，马云随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20年10月24日，他发表争议言论。不到一周后，蚂蚁集团即将上市的前夕，监管层连出重拳，让所有人措手不及。11月2日傍晚，马云和蚂蚁集团的高管突然被4大金融监管部门联合约谈，这在此前极其罕见。一个企业上市前夕，主要负责人被央行、银保监、证监会、外管局同时请去谈话。官方对外并未透露约谈细节，但讯号已经相当明显，马云和他的公司惹上麻烦了。果不其然，11月3日深夜，在离蚂蚁原定挂牌上市仅剩不到48小时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相继发布公告，暂缓蚂蚁集团上市。也就是说，这桩举世瞩目的 IPO 案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消息一出，市场一片哗然，投资人原本以为即将见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没想到戏剧性的变成世纪刹车。阿里巴巴作为蚂蚁的大股东，股价闻讯暴跌，一夜间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全球金融媒体纷纷报道此事，猜测背后原因。一开始，官方以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作为暂缓上市的理由，暗示蚂蚁必须补上监管新要求。但明眼人都看出，这场急刹车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让马云及所有人明白谁才是真正说了算。很快，《华尔街日报》等权威媒体引述消息源报道称，叫停蚂蚁上市的是习近平本人直接下达的命令。也就是说，马云在上海峰会上的高调言论激怒了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亲自出手，不惜以牺牲市场信誉为代价来惩戒马云。对此，外界一片震惊。毕竟，蚂蚁 IPO 原本得到各部门批准在即，中途腰斩如此重大项目，几乎前所未闻。这种凌空一击式的监管干预，无疑传达出一个强烈信号：在中国，政治风险可以凌驾一切商业逻辑。马云辛苦搭建的金融帝国，竟在最后关头被当头棒喝，之前的种种意气风发，顷刻化为乌有。蚂蚁上市遇挫只是开始，接下来，北京当局对马云和阿里巴巴展开了一系列后续整顿行动，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件件麻烦接踵而至。反垄断调查。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标志着中国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执法正式开闸，而阿里巴巴成了首先被开刀的对象。经过几个月调查，最后认定阿里巴巴存在2选1等垄断行为，处以创纪录的182亿人民币罚款。面对天价罚单，阿里巴巴发表公开声明，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表示心怀感恩，心存敬畏地接受教训。这言辞十分恭顺，也说明了马云和他的团队已不得不低头认错。蚂蚁集团整改 IPO 被搁置后，蚂蚁集团被要求进行全面整改。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约谈蚂蚁高层，提出了一系列整改要求，包括将蚂蚁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提高资本充足率，受限于杠杆比，断开支付宝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结等等。蚂蚁集团不得不放弃某些高增长业务，自身定位从科技公司矮化为受严管的金融公司。马云原先想把蚂蚁描绘成轻资产的科技平台，借此逃避银行业的严格约束。如今这个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碎，监管层明确告诉他，蚂蚁做的就是金融的生意，就得老老实实按照金融机构的规矩来。舆论批判在监管风暴展开的同时，
官方媒体和社论也开始对马云进行含蓄的批评和降温。过去马云是媒体宠儿，但现在基调转变，有文章暗批他言行高调，忘乎所以，有的直接提醒企业家要听党的话，走正道，不能有二心。曾经那种对马云歌功颂德的宣传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警示意味浓厚的调子。官方似乎刻意营造出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氛围，让公众心里预期马云的时代已经过去，事业退场。在连番打击下，马云不得不逐步退出他一手创建的事业版图。早在2019年时，他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把日常经营交给接班人张勇。然而风波之后，他退得更干净。2021年，马云辞去了他创办的创业者培训机构湖畔大学校长职务，该校也低调更名为湖畔创研中心，从名字上抹去了大学的色彩。湖畔大学一直被外界戏称是商界精英的小圈子，如今在监管压力下缩牌，也象征着马云影响力的式微。此后，蚂蚁集团也在2023年宣布重组股权架构，马云放弃对蚂蚁的实际控制权，彻底淡出这家与他休戚相关的公司。种种迹象都表明，马云正被系统地从过往的权力高位上移除。一连串重击之下，马云辛苦构筑的商业版图受到重创。更戏剧性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轴几乎都紧紧跟随在他那场惊世演讲之后。从蚂蚁 IPO 叫停到天价罚款落地，短短半年多时间，马云从辉煌高峰跌落谷底。这种急转直下的变故，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更离奇的情节在后头，因为首富本人随之一起消失了。监管风暴之下，公众很快发现一件蹊跷的事：马云不见了。往常高调活跃的他，突然从公众场合和媒体上消失了踪影。2020年11月以后，再也看不到马云参加任何公开活动的消息。他原本担任评委的一档创业真人秀节目《非洲创业英雄总决赛》也临时更换了评委，不再见马云身影。社交媒体上，马云没有发声，阿里内部活动，马云也缺席。曾经恨不得每天上头条的首富，仿佛人间蒸发。一时间，各种传闻四起，有人猜测他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成了阶下囚；也有人说他在家中被软禁监视，禁止露面，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揣测马云是否已遭不测。国际媒体对马云的下落格外关注，马云去哪了？一度成为全球新闻热点。一些外媒用词惊悚，说这位中国最有名的富豪被失踪了，还将此事形容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讯号。英国卫报则直接用马云被驯服作为标题，称北京正在向科技界的大佬们展示谁是老板。马云的神隐被赋予了种种政治含义，成为观察中国商业环境的风向标。而在中国国内，官方对此保持沉默，媒体也没正式报道马云的状况，这更加剧了人们的猜疑。对很多中国企业家来说，马云的遭遇敲响了警钟，连马云这样呼风唤雨的人物说没就没，谁还能幸免？一时间，整个民营企业圈人人自危，纷纷收敛气焰，低调行事，生怕成为下一个出头鸟。直到2021年1月下旬，马云才短暂露面，以视频形式参加了一项乡村教师奖励活动。他在视频中笑容和蔼，谈论着教育和公益，只字未提蚂蚁或任何风波。这是他沉寂近3个月后首次现身，算是对外界平安的一种暗示。随后，阿里巴巴股价上涨，投资者松了一口气，至少马云还自由着。然而，这次露面非常短暂，而且是在一个不涉商业敏感的场合。有分析认为，这是精心安排的一次亮相，既证明马云平安，又避免刺激舆论神经。之后，马云再次归于沉默，很长时间没有公开活动。马云就这样从聚光灯下退场了。他曾经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如今却像个隐士般销声匿迹。整整2021年，马云都保持极低的曝光度。期间有小道消息称，他在中国大陆各地考察农业项目，或者出现在香港、日本的高级私人俱乐部。2022年，更多传闻指出，马云长期旅居海外，
在日本东京隐居近半年，期间潜心绘画和研究农业技术，几乎不参加公开社交活动。曾几何时，马云的一举一动都在镜头前，如今他却避居海外，过起低调生活。这强烈的反差本身就显示出他境遇的巨变。马云从神坛跌落、人间蒸发的戏剧性变化，其实远不只是针对他个人的惩戒，也是北京当局为整个资本市场和企业界上了一课。透过整肃马云，中共向内外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即无论你多富多有影响力，都不能挑战党和政府的权威。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马云恰恰成了那只最显眼的鸟儿。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像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这样的富豪巨擘崛起，引人注目。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政府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大多采取支持态度，因为他们创造就业和技术，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然而，当个别巨头发展到能量过于庞大，甚至可能影响金融稳定和社会舆论时，执政者就开始警惕了。马云不但是首富，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而且他言论活跃，影响力遍及国内国际，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潜在威胁。马云事件表明，在中共眼中，任何私人企业势力都不能和党的掌控相抗衡。一旦他们认为某个企业家不听话或者长得太快，就会果断出手整肃，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在马云之前，中国已出现多起富豪遭整顿的案例。安邦集团的吴晓辉因金融腐败入狱，明天系肖建华被带走调查，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被迫出售海外资产转型，复星集团郭广昌一度失联等等。这些例子各有背景，但共同点都是官方出于种种原因对大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马云的倒霉并非偶然，他延续了一条整治不受控资本的路线。可以说，马云只是撞到了枪口上，而且动静更大，影响更广。透过马云事件，当局也在杀一儆百，高调处理马云。一方面警示国内企业家不要心存二心，要对党保持忠诚听话，否则再成功也可能一夜清零。另一方面也向外国投资者示警，中国的市场有特殊规则，政府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介入企业运营，你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并非完全像西方企业那样受法律保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阿里巴巴看上去像亚马逊，但别忘了，它是在中国，中共可以干预，让你的公司、股票，甚至你的人身自由受损，只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这话听起来冷峻，但蚂蚁 IPO 事件活生生地印证了这一点。中共官方对外则把整顿马云包装成反垄断、防风险的必要举措。从2021年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互联网行业的全面规管风暴。除了阿里、腾讯、滴滴、美团等科技巨头相继被以反垄断、数据安全等名义调查和惩处，教培行业甚至直接被双减政策腰斩，校外培训公司集体倒地。这些措施表面看是为了规范市场，减少资本无序扩张，但其选择性和运行方式让人感到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清华大学教授裴敏欣在评论这波运动时将之称为亲垄断式的反垄断，因为官方打击私企垄断的同时，对国企垄断依旧听之任之，显示出的是更大程度的集中控制经济，而非真正的市场公平。于是，在2021年共同富裕口号提出后，许多大企业纷纷响应捐款。阿里巴巴承诺出资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美团也拿出巨资搞公益。企业家们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愿意吐钱消灾，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做危及政权的野心家。这种场景不禁让人联想起几十年前的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时代不同，但背后的权力逻辑如出一辙。私营经济只能在党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超出界限时就要被收编和修理。马云的陨落对中国整体商业环境造成了深远影响。一时间，民营企业家普遍收敛锋芒，言谈举止变得谨小慎微。科技圈流行起一种躺平心态，与其拼命创新、冒尖招、治风险，不如低调求稳，维持现状。创业者们发现，一味追求规模和影响力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大家开始重新审视与政府的关系，讲求红线意识。在高层严厉调控下，中国的资本狂飙年代趋于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经营新常态。企业要发展可以，但步子不能乱，随时要看政策眼色行事。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那个核心问题，马云到底犯了什么错？毕竟他并未卷入明面上的违法犯罪，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在风波前也算依法经营，贡献颇多。马云的错，表面上看来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首先，他最大的错误在于忘乎所以，公开挑战了权威。作为一个商人，马云在公开场合批评金融监管体制，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政府部门的专业能力，甚至有冒犯决策者的意味。在政治高度敏感的中国，这样的言论逾越了企业家的身份边界。正如有人所说，任何让习近平难堪的人都会有危险，马云偏偏让最高领导层难堪了，这就是大忌。中国俗语有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局虽未必视马云为敌人，但对他这种不服管教的表现，必然要给予教训。马云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的直言不讳，放在民主国家或许只是商人谏言，放在中国却被视为不识时务。其次，马云在商业上走得太快太远，威胁到了既得利益和系统安全。蚂蚁金服的迅猛扩张，其实踩到了不少人的奶酪。中国有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金融业长期由国家掌控。马云的蚂蚁集团透过科技绕开传统金融管道，攫取巨大利润，这让国有银行相形见绌，也让监管者心生不安。更重要的是，蚂蚁掌握海量个人金融数据和资金流动，若不加监管，从维稳角度看极具风险。监管部门据报曾要求蚂蚁把核心的客户信用数据交给央行建立的征信系统，但马云方面始终不愿配合，这等于是在和政府争夺数据资源的控制权。在当今社会，数据就是新的权利，马云不让步，监管者当然心存戒备。可以说，马云犯下的第二个错，是在利益与权力博弈中试图胜过政府。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还是对数据和资本流向的控制，他忘了在中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航行到了权力禁区的边缘。第三，马云可能误判了政治风向和自身处境，缺乏安全边际意识。在他之前的一代中国企业家，多数深谙韬光养晦之道，比如华为的任正非，一向刻意低调，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评论政策，更不愿抛头露面树立个人崇拜。相较之下，马云则习惯于聚光灯下侃侃而谈，享受英雄般的赞誉。他曾认为自己和政府关系良好，早年也得过不少官方荣誉，应该功高不赏也无过。但他忽略了习近平时代的监管环境已经大不同于前。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对民营企业态度转趋强硬，要求所谓政商关系亲而有度。马云依然沿用他在胡温时代养成的直言风格，结果与新时代的红线意识格格不入。一位资深观察人士高瑜就形容说，当局的态度很清楚，企业家平时就得老实听话，更不能讲歪理，有异心。你一旦做大了，政府说不行了，你太大了，再大就侵犯我无产阶级专政了，那你就得把财产交出来，不愿交，有二心，你就是马云的下场。马云正是不小心走到了太大太招摇的地步，最终换来当头棒喝。所以总结来看，马云错在触怒权贵，不识时务，错在挑战体制，锋芒过路。他并没有经济犯罪，却在政治上闯了红灯。这是一堂对中国所有创业者而言深刻且带有含义的教训。在中国经商，光有才干和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敬畏权力，把握分寸。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市场的游戏规则随时可能因权力的意志而改变。马云曾经站在云端，如今却明白了天空中还有一双巨手，可以随时把他拽回地面。马云的陨落已成定局，那他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不完全是。经过这场风波后，马云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但并非彻底被消灭，他的影子仍不时出现在中国商业舞台的角落，只是性质已截然不同。2023年年初，
中国政府释放出放松对科技企业压力的信号，可能是意识到经济下行需要民营企业助力。在新任总理李强的牵线下，马云悄然回国。有消息称，李强认为让马云回归有助恢复企业家信心。果然，3月27日，马云现身杭州的一所学校，与师生座谈人工智慧对教育的影响。这是马云阔别中国大陆1年多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巧合的是，就在他露面的次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成立24年以来最大的组织重构，拆分为6大业务集团，各自独立融资上市的可能性被打开。许多人将此解读为马云最终默许甚至协助了这场改革。阿里巴巴主动瘦身割裂垄断帝国，以迎合监管期望，而马云本人在阿里已无任何职务，他出现在公司总部更像是一种象征，宣告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同年7月，网传马云再次造访阿里巴巴办公园区，引发社交媒体热议。尽管官方未证实，但马云的行踪仍牵动人心。有分析称，马云如今扮演的可能是一种顾问或精神领袖角色，他不会干预日常经营，但会在需要时出面为公司改革背书。政府方面也乐见其成，让昔日的明星企业家现身说法，稳定市场预期，等于告诉大家，看，马云也支持我们的方向，他还在这里。然而，不管马云是否真心情愿，他过去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影响力已不复存在。他如今参与一些活动，更多是配合政策需要，其实质更像被劝服后的合作表态。马云本人则几乎不再谈论企业经营，而是把重心转向了公益和教育。他热衷于推动乡村教育项目，宣称自己要当农民，养鱼种地，对商业话题保持缄默。这种转变或许是发自内心的反思，亦或许是迫于环境的自保，但不论如何，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英雄，如今更像是一位隐居田园的长者。世人再难从他口中听到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多的是云淡风轻的客套言辞。有人感叹，马老师真的看破红尘了。至此，马云陨落的整个过程大致画下句点。我们看到，一代首富的沉浮不仅仅是个人荣辱，也是中国近年来政策走向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中国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鼓励创新致富，却又警惕财富带来的影响力。需要企业家创造经济奇迹，但更需要他们政治上绝对服从。马云用他的经历为这种平衡做了注解。当创新和权威发生冲突时，权威会如何选择？马云倒下了，可他并非最后一个。在中国，要当一个成功且安全的富豪，或许比创造一个独角兽公司更难。既要有卓越才干，又要有政治智慧，懂得进退之道。那些曾崇拜马云的创业者们，也许得重新调整梦想的天花板。未来的中国商界可能再难出现像马云这样耀眼而敢言的人物了。这不是因为缺乏创新精神，而是大家都学会了适者生存的技巧，低头做事，少说多赚，绝不碰触那条高压线。最后，不禁让人想起马云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成功了，你说的话都成了名言，可当光环褪去，再回头看这些名言，有时竟像是给后人留下的讽刺。如果时光倒流，马云还会不会在那场峰会上口若悬河？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跌落之后，马云和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无拘无束的年代了。马云陨落的真相，也许正是一场时代的终结与新的开始。那光芒四射的首富形象已成过去，而警钟长鸣在耳边。创业可以改变命运，但别忘了，天再高也高不过规则的顶。马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在那片土地上，是谁在真正主宰着游戏。